Hello， 各位朋友，早上中午晚上好，这里是一老大。比特币现在是在空中加油吗？我们赶快回到盘面吧。首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比特币的1小时时间级别。我们这边已经有之前画好这个 Replica 牛期，上一集有讲说，我们可以用这个 Replica 牛期来判断现在这个趋势的强势性。所以，一旦这个比特币价格回落到这个 Replica 牛期的时候，没有跌破之前，我们都可以说它还是一个强势的这个上涨。对，那这个是一个主要用这个 Replica 牛期来当这个 reference。那还有一个重点是，现在 MACD 1小时线它已经死叉了，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死叉的时候，它虽然有回落，但是它的这个幅度其实是很小的，只有大概1000点左右。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信号。这是1小时线，那我们再看一下4小时线是什么？4小时线它其实现在也已经死叉了，但是死叉的时候它并没有明显的这个大幅度的那个下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强势的一个信号，所以潜在有可能死叉之后，可能又会紧接着后面有一个金叉，然后形成一个空中加油的一个趋势。那如果现在还没有进到单的朋友，如果想要进场的话，我们用这个，我们可以有3个这个方法可以来看这个进场点。那第一个，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调整通道。调整通道我们可以画出来，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在这个调整通道这边上下震荡嘛。那你就是可以在通道下边缘进场，那或者是突破通道的时候进场。那当然这个已经是高位的进场，所以止损位还是要放好。好，这是一个通道调整的角度来看它。那另外一个是用这个 SNC 的一个方式来看它，可以从哪里看呢？那我们首先就是先看它这个 11,100 左右，11,100 左右，然后到这个16,500 左右，这个是一个潜在可以入场的一个机会。还有的话就是，像是这边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入场机会，这边也是一个不错的入场机会，大概中间价格大概15,000附近。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如果你是用支撑压力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在16,000也是一个不错的入场机会。对，只是比较好的这个价格当然会是在15,000，当然这个价格我们不敢说它一定会到来。如果你是用日线来看的话，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价格是14,000附近。对，一样，我们这个也没办法说它一定会到来，这个很难说啦。只是说有这几个关键点位，这个还没入场的朋友可以考虑参考看看。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入场的方式，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 Replica 牛期的上升趋势线。所以一旦碰到 Replica 牛期的上升趋势线，只要它可以站稳的话，都是一个不错的入场时间点。好，这个是比特币目前的更新。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纳斯达克好了，毕竟他们还是有一点关系的。纳斯达克你可以发现它的 NACD 也是它是一个蛮弱势的一个状况哦。它的 NACD 的顶部是这个往下，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却是往上的，形成一个顶背离的状况。可是其实纳斯达克有可能走出一个跟比特币一样的一个这个价格状况。看一下比特币上一次的4小时在这边也是有形成一个弱势的状况。但是这比特币这边是没有顶背离的，纳斯达克是有的啦。但是 NACD 也是一个弱势状况，它却没有穿逆轴往下，它直接就往上了，开启一波这个不错的涨势。那比特币是这样，那纳斯达克有可能 NACD 也是弱势状况，它有没有可能往上呢？也是有这个机会的啦，也是有这个机会，只是纳斯达克不再有明显的顶背离就是了。那如果这个纳斯达克可以撑住的话，那我相信比特币后面要上涨会更轻松一些。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数据的状况，可以看一下这个
一样，我们看这个我们常看的资金费率还有多空融资持仓比，像资金费率目前也算是一个健康的状况，是在0.0065，然后这个多空融资持仓比目前是0.49附近，对，这个也算是都还算蛮健康的一个数字。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到比特币里面的书写站。美股 ETF 可以发现，近2日都是已经是11亿美金，一个是10亿美金。那绿柱的话，就是这个 ETF 的量嘛，也可以发现这个绿柱也算历史上也算是数1数2的高了，所以连续2天都有大量的净流入。那如果这个比特币 ETF 它有可以持续这样子书写到这个比特币里面的话，可以预期后面还有不错的涨幅啊。好，这个是这个比特币 ETF 的状况。那我们看一下下礼拜有什么重要数据呢？下礼拜有这个美国的这个 CPI 指数，它会在7月15号8点半，台湾时间8点半的时候会公布。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CPI 指数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嘛，就是跟这个居民的食衣住行有关。那如果这个数值如果比这个预测的来个高的话，当然就是会偏利空啊，偏利空。那如果持平的话，那就还不错，还 OK， 至少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利空出现。我们可以预测一下 CPI 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通膨啦。通膨它的是更 general case， 它是包含更多，因为 CPI 主要是食衣住行。那美国的这个通膨的话，它是不止食衣住行，它还会包含这些房地产啊，这些杂七杂八，所以这个inflation index 是包含的东西是更多的，但是还是可以给这个 CPI 来参考。就目前来说的话，就是那个美国的这个 inflation index， 它目前是有上涨趋势哦。从这个川普公布关税那时候就有上涨趋势，现在已经是到 1.74 了，它那时候最低点是 1.66， 对，那但是它这个预测是 2.6 嘛，前值是 2.4 嘛，所以原本它就预估会有通膨一些，所以就是 CPI 本来就它预估会比较高，所以如果可以这个 CPI 可以 2.6 以下的话，那对比特币来说也是一个利多啦，也是一个利多。那这个是今天7月13号的 update， 希望你会喜欢。那记得赶快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